它是北宋王朝的一场空前浩劫，也是历史上汉民族最为耻辱的亡国事件。堂堂太后被迫接客百人，3件嫔妃沦为玩物，公主明码标价进行售卖，2位皇帝沦为牲口。它就是史上最为耻辱的靖康之变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南唐的覆灭仿佛是一曲悲歌，后主李煜从九五至尊的宝座上跌落，沦为阶下之囚，其遭遇令人唏嘘。而宋太祖赵匡胤，那位曾以铁腕统一中原的皇帝，曾戏谑李煜道：“若以辞治国，吾必为汝囚。”然而，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。150年后，北宋的繁华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。赵匡胤的嘲讽竟在书法家皇帝宋徽宗身上得到了应验。北宋的靖康之耻是中国历史中最为耻辱的一页。这一事件涉及2位皇帝，其中一位便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成就极高的宋徽宗。他在位初期曾有过一番作为，但终究敌不过奸臣的蛊惑，尤其是以蔡京为首的六贼，让这位皇帝逐渐迷失的方向，沉迷于享乐之中。正如那句评价所说：“徽宗诸事皆能，独不能为君耳。”他这皇帝仿佛是命运的玩笑，让他以艺术家的身份背负起了帝王的沉重。公元一行1115年，女真族崛起，建立了金朝，北方的辽国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强势。想当年，辽宋2国曾以澶渊之盟结束了长达25年的战争，边境贸易繁荣，2国人民安居乐业。然而，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输送岁币和绢布，而幽云16州这一战略要地也一直被辽国所占据，这成为了北宋皇帝心中的一根刺。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失地，扬眉吐气。宋徽宗登基后，察觉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，认为辽国已成颓势，于是决定联合金朝攻打辽国，企图收复燕云16州。公元1120年，宋徽宗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达成了海上之盟，双方约定合兵灭辽后，北宋将每年向金朝输送岁币，而幽云16州将归北宋所有。这本是一桩看似划算的买卖，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。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，辽国被金军打得节节败退，而北宋的军队却在苟延残喘的辽军面前频频受挫，显示出其外强中干的本质，这让金人看到了北宋的虚弱。于是他们在灭辽之后，迅速将矛头转向了宋朝。公元1125年，经过兵分2路讨伐北宋，消息传来，让当时的皇帝宋徽宗惊恐万分。这位只会写字作画和传宗接代的艺术家皇帝，面对金军的铁蹄，束手无策。鸡贼的宋徽宗为了避免成为亡国之君，于是急忙将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，也就是后来的宋钦宗，准备将这个烂摊子甩给自己的儿子。不得不说，宋徽宗真是一个坑儿子的老爹。而赵桓也深知自己是替罪羊的角色，所以誓死不肯从命。但是他又怎耐得住宋徽宗坑儿子的手段？宋徽宗假借自己病重为由，让赵桓必须来探病。不得已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。宋徽宗对儿子赵桓说：“儿爹不行了，要不即位就是不孝啊！”谁曾想，儿子赵桓面对老爹的道德绑架，也丝毫不慌，流着眼泪说：“父皇上在我继位了才是不孝啊！”宋徽宗忠心想你小子给我来这套，于是强行让几个宦官压着儿子穿戴龙袍，走完了即位流程。在即位的过程中，赵桓因为拼命挣扎而昏厥过去，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因抵制登基而晕厥的皇帝。这一幕父慈子孝的历史大戏真是令人感动。就这样，宋钦宗登基，北宋进入靖康之年，而靖康成为这位倒霉皇帝宋钦宗的第1个年号，也是北宋的最后1个年号。而宋徽宗也聪明地表示，只要跑得快，就当不了亡国之君。早在金兵南渡黄河时，宋徽宗就慌忙逃到了南方。公元1126年正月，金军渡过黄河，攻打北宋都城开封，于是第一次开封之战爆发。这时，原本昏庸的新科皇帝宋钦宗倒也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，那就是重用主战派名将李纲为宰相。李纲亲自坐镇，指挥将士们奋勇作战，金兵伤亡数千人，无功而退。这一仗，李纲也摸清了敌人的底气。金军号称30万大军，其实只有不到6万人的兵力，
而且他们长途跋涉，经不起消耗，因此北宋只待各地援军赶到，金兵必退，开封便可保无虞。而金人统帅完颜宗邦见开封易守难攻，就改变策略，开始用军事讹诈手段逼迫钦宗议和。谁知在这大好的形势下，跟他爹一样软弱的宋钦宗屈膝求和。这一下，正为局势担忧的金军瞬间又掌握了主动权。面对金军的紧逼，宋钦宗选择了妥协和退让，接受了金军的条件，割让了太原、中山、河间3镇，并增加了岁贡和犒赏金军。这一举动无疑是饮鸩止渴，让北宋的处境更加艰难。因为3镇一丢，中原更加危险，北宋也离沦陷也就不远了。最终，这位倒霉的皇帝并未能挽救北宋的颓势。金军在大捞一笔后，在宋军的目送下安稳退走。太上皇赵佶知道金人撤退后，也美滋滋地回到了京师。不久之后，做好准备的金人卷土重来。公元1126年9月，金军再次大举侵犯北宋，直指都城开封。这一次的开封之战，北宋的处境比第一次更加艰难。一方面，宋钦宗在奸臣的蛊惑下罢免了名将李纲，将战守之权交给了无能之辈何力。身为宰相的，虽然有几分骨气，但却毫无军事才能。他竟然相信妖人郭京的6甲神兵之说，希望借助神力击退金军。另一方面，此次金人又封锁了潼关，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，断绝了其东来的秦王之路。北宋上层的一系列骚操作，加上身后再无增援，开封城最终陷落，北宋灭亡。公元1127年正月，正值新年的开封城内毫无春节的喜庆，只有金人在尽情地享受着狂欢。金军在大肆搜掠后满载而归，无数金银珍宝和工匠艺伎被掠夺一空。这场灾难被称为靖康之变，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，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事。后世对此评价：靖康之变，耻莫大焉，仇血耻，今其时矣。靖康之耻后，徽钦2帝以及皇室贵族等16000余人被掳至金国。他们历经艰辛，长途跋涉，许多人因无法忍受折磨而丧命。抵达金国时，女子已损失30%，其中不乏因无法忍受屈辱而选择自尽者。徽钦2帝曾为一国之君，却被囚禁于金国各地，在异国他乡苟延残喘过了余生，从此再未踏入中原。他们遭受了无尽的折磨。金太宗甚至将赵佶封为昏德公，赵桓为众昏侯，让他们赤裸上身，身披新割羊皮，行所谓的牵羊礼，以此羞辱北宋君臣。除了皇帝宫女、妃嫔、宗室贵女也遭受了非人的待遇。康王赵构的生母韦贤妃以下的300余人被迫进入洗衣院，日夜受金人的凌辱。朱皇后不堪其辱，最终选择了自尽。赵氏公主更是成为金人贵族争抢的玩物，在贵族间流转，饱受凌辱。公元1135年，徽宗在无尽的屈辱和对故国的思念中离世，他的尸体甚至被金人用作灯油。而钦宗则在金国度过了21年的漫长岁月，直至南宋绍兴26年，在一次赛马中不慎摔下，被乱马践踏致死。对于北宋的灭亡，其实充满了偶然性，但是最终造成这一切的根源，或许就在于宋太祖那句“若以慈资治国，吾必为汝求”的嘲讽之言。北宋重文轻武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重蹈南唐后主的覆辙，使得100年后竟一语成谶，成为了北宋灭亡的预言。纵观靖康之变这段历史，它不仅仅是一段悲惨的历史记载，它更象征着国破家亡的屈辱和民族的苦难。这段历史让我们深刻认识到，落后就会挨打，优柔寡断和软弱退缩只会让小错逐渐酿成大祸。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，都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，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立足。国家如此，人亦如此，这大概就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。